我们今天呢，先通过一个叫圆彬木质啊，这个圆彬木质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木质啊，这是个圆大啊，大概53乘54的样子啊 ，cm 就是厘米见方。这个木质呢，通常来讲的话，它不是在这个地面上的，地面叫碑，木质呢就是落到这个墓里头去的啊。落到墓里，它就保護的比較不錯。那取出來之後呢，可能就比較稍微清楚一點。另外呢，它因為它落到墓裡，就是墓穴裡頭的話呢，它這個本身這個個頭就不夠大，它一般那麼大怎麼埋呢？放在外面才是碑才大。所以木質呢有木質的好處，就是稍微清晰一點，保存的好一點，它沒有這個經過這個風吹雨打。那它的缺點是什麼呢？就是說它字稍微小了一點點，可是小它有小的精美和變化。我們選的這個元標這個木質呢，這個木質屬於什麼呢？就是屬於這種很渾厚，很有韻律。怎麼叫很有韻律感？就是它這個所謂的韻律，就是說它在書寫中啊，它有很多的變換，它這個字形啊變換。我們現在來講書法作品和非書法作品的區別啊，尤其是和館閣體的區別。館閣體太規整了。其實唐代的字呢，就是有一定的規整，但是規整的過程中啊，它有一些問題，就是說它的唐代的那種規整，它依然有保留着好多的韻律，就是微妙之間、精妙之間。而館閣體呢，就把這種微妙和精妙變成了規整、平正、平和、標準了，而把很多因為微妙的變化所產生的這種韻律感就去除掉了。所以它可以把這個字啊，來回這麼安排，像活字版似的安排都沒問題。這就是所謂的館閣體和我們現在的印刷體。而書法本身啊，你只要是牽一法，它動全身，它都不一樣。那像這種帖的話呢，它有一部分的筆畫是按照原字的書寫狀態，而作為木質來講的話呢，它和碑不一樣的地方，它更多的地方會遵循原作啊，尤其是比較好的版本。什麼叫比較好的版本？就有些帖啊，就完全遵從，就很像唐朝的那個唐楷一樣，就非常的嚴格。但是書寫者的這個書寫的時候呢，它卻有一些不同的地方。你比如說像這個鏡字，你看這個和鏡這倆字，和鏡啊，包括會也好，包括這個緯也好，是吧？像這個筆，你看誰會把這個立人這個立字還立人這個立字放得那麼大啊？和字左側放那麼大，緯字上面放那麼大，底下壓迫成這樣子，然後筆字呢啊高高的聳起來，然後再挑出去，倉字這個沒有啊。但是也有一些字呢，也比較符合唐朝的這個楷書的這種類型，但是不是很多啊，不是很多。所以它這裡面鼓盪，它這裡面這種勢頭變化。你比如說勢頭變化，你看這個萬字啊，你看這個萬字很有意思啊，它用的是簡化的。你看這個大啊，這個大字，這個勢頭中間這個像一個腿劈開一樣在那大將軍啊，這種很有氣魄的這種都督啊等等的啊，還有一些字呢，你看這個後前後的後，這後字它用的很扁啊的變化，它這個略字啊有一些起伏的變化，像這些變化都是隨機的。這段話我們盡量不要學它這個變化，那把這一種變化寫到哪兒都是這樣子，這就不好了。你要隨機的，到那個時候你自己會有變化，像這個素，這都是很隨機的變化啊。這個變化和它就有密切的關係，它的變化還和底下這個將要寫的這個一字有密切變化，有關係。它這種動態，這面你看它非常收，這面呢非常空，所以它才有一個很大的變態啊。這時候就它有一些這種變化。你看，同時那先寫這面後寫這面嘛，這個字啊，這像個李字似的，然後
這個字就很擴大，那這個字也很大，是吧？因為它这塊你看很空，它有一些這種互相照顧之間照看的這種感覺。我們今天試一試呢，就是什麼呢？就是它用筆，這個用筆這部分呢，像這麼大的字好寫，為什麼？我把它寫到這麼大，這個毛筆啊，這個筆毫下到一定程度，下到大概1/5，我就能把筆畫寫成了。這1/5基本是在我控制筆的範圍之內，就筆毫的控制範圍之內，它不至於把這毛筆整個全下去。很多人偏偏把这个字寫得很大的時候，他又沒有拿這麼大的筆。告訴大家，大家如果寫這麼大的字的時候，這毛筆得跟我手這麼大。但是我們現在不是，我們現在拿這個毛筆啊，只有這麼大，全摁下去寫啊。那古代真正這麼大字的時候，他也用前面的一點的，這不這麼大，像手這麼大，對吧？他只用到這兒，他不會都用到這兒，用到這兒他抬不起來了這筆。但是我們現在不是，用到這兒變成這樣的，起來根本起不來，然後再拿這邊再做，再拿這邊再做，再拿這邊再做。所以我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，用毛筆的時候，不是用到全用進去，用一部分。你比如說弱字，弱字看。你看我這種下筆了嗎？你看這一筆誇一下去，這個字的形狀已經出來了哈。看是這麼寫出來的，是這樣的。那這樣字等它刻的時候，再把它刻成那個樣子的時候，就是我們見到的，它不會把這細節地方完全的刻到位。他就拿一個刀撲走過去，拿這刀撲走過去，拿這刀突走過去，所以就我們見到這個東西啊，這是個弱字。我們再看這個地字，你看我的筆一進去之後，啪，它就打開了啊。你看是這麼寫的啊，這個筆是這麼寫來的啊，是這麼彈放過程中。看這筆是彈出來是吧？放，然後這出去之後彈出去的。我們再看一些其他的字哈，它是這麼一彈套起來就能完成的動作啊。我們再看地字，帝國地喲，你看挑起來過來，看這出去蹲下來就回來了。頓的，它隨着頓起來之後，你看它是這麼出來的，它是彈出來的，它不是拿筆這麼做出來的，會做的一點邊，它的邊緣絕對不會是齊的。我們可以放上一些這些這個我們看到的這叫什麼？這叫我們能夠見到的一些有些那個木質，它匆忙的下葬，而且。最主要的，我看了那樣子也是比較廉價的，就是相對來講就比較一般的老百姓。像這都是什麼？這都是刺史啊，所以他做的就很像樣子。像那些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也要做那個樣子，他有的人寫完之後都沒來及刻就下葬了。我們就看那些，那就完全是毛筆走出來的筆觸，根本就沒有刻的這種筆觸。對，公，這公字看。你看，這個地方，這筆啪就出去了哈，然後這邊過來，它是這麼樣的一個筆觸，這筆一下去，彈出去，這就是這個公字，我們就寫成這樣就可以，而且不失去書寫感。我為什麼一直就沒有用魏碑去寫魏碑的這種筆觸去讓大家看，因為這一定會打破我們現在對魏碑的理解。為什麼？我們對魏碑的理解全是這個拿筆做出來描出來的，這就是寫出來的。大家看，這跟原文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？尤其從整個的感覺上頭，哪天我稍微適應一下，我也可以把史賓公，我也可以把所有的魏碑都能寫出来，按照這種寫法。但是你不要要求我史賓公要寫成那麼大人啊，我目前還做不到。但是我能史賓公寫成這麼大的話，完全就拿這支筆就可以完成
我們再来看看其他東西，你比如支，这就可以了。你看，鼓荡的力量就完成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字哈，这就是天。习字就更接近了，它非常接近于楷书的感觉了。我们来看看声音的声字哈，声字我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声字啊，像是一个很富态的一个人。你看，就这种弹的这种，看这笔下家，这种弹出去啊。往前一挑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声字这样感觉的。还有一些比较细巧就更好办了。你看，像这种，你有隶书的基础之后，这些东西就跟隶书很接近。而且记住了啊，笔触在里面走动的时候，你看，就是有一种这种顿，然后顿完之后再走的。就这種動作啊，就出來了。你看這個福字啊，你看德字的話呢，它就是這樣的。它這個筆是這麼走的，所以這種你看它這塊啊是這麼挑起來之後。當砸去出來的就是這樣的動作啊！你再看一些啊，這個再粗一點，你看這筆是這麼出去的啊！念有些很奇怪的字，我們講奇怪的字，奇怪就是略，我們剛才說略了哈，我們再揀一個少一點的字。好，寫個乙吧，因為這地方的空間哈，你看出去就行了，就這兒出去就行了啊。把略字寫在下面，你看略。主要是感覺它這種啊，整個這個勢頭，你看我已經從接近楷書的，慢慢更接近魏碑的感覺了。我好久沒寫魏碑了，是吧？像有些字呢，就是很有意思的字在這裡。你比如說這個字啊，這個字念煙，看上去壓下來。像有些呢，就是很這個，比如剛才看到的一個字叫做“公堯”，這個字也挺有意思啊。你看，這就出來了，1、2、3。你看這個筆觸跟那個啊，其實我有好多的筆觸，這就像個橫一樣。啊，一個橫一樣拉出去。那說這個“不”字怎麼寫？只是“不”嗎？好像不是“不”啊，像個“劈”字似的。這樣就可以了。不是說是非得要像到什麼程度，我們來看這個“先”字不好寫的啊。
首先你把这个，这个笔得在里面走起来。你看那个子，就这样，就是它了，是吧？翻也挺有意思。可以写成这样哈，就把那个意思感受出来啊，那个弯的感受出来，这面切上它，翻出来了啊，这是更重要的地方。这个大字是很难写的，你看这一上来，前戳线，顺下来，出去。就是这个大字的感觉啊，那个金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收，你看，这是一笔，这是一笔，这是一笔，就可以了啊。像盒子，是吧？就是你笔触是很沉下去啊。看它的匣子也挺有意思啊，就是让它更像这个楷书字写出来的感觉。这个呢是这样的出去的，这是个这里最常见的一个字。你看它字咽气真没有啊，这斜过来，粗收细的感觉。你比如说，像这个字挺有意思的。是一种断开了的感觉啊，是这样的，这怎么故意吗？非常的标準的形狀啊，它的彎寫的很有意思。它就是動作會很大一些，起筆你看，這個目的性很強，黃也挺有意思，看這筆是這麼走的哈，慌的特別有意思啊，它是這麼走的啊，就這個橫過來之後，過來，這麼走出去，有意思啊。離，這麼出去，看點兒，你看。你看，這個筆都是拿那個墨咣啊砸出來的，油。它這種揮風揮的特別厲害。往上一帶。這麼出來了，這個字很有意思，當時我特別感受深刻。
这樣寫出來的啊。還有一個字也是特別有意思，這個折。這折字有意思在哪哈？它這個口拉開來而行啊，就是要體會裡邊的一些這種字的一些感覺，很有特色的感覺啊。這個再找幾個很有特色的地方，筆，你看筆字很有意思。看，视频是这样写出的。藏。这一个字啊，窝在这兒，看到嗎？這樣是過來的，是這樣的感覺的。剛才說的一個絕字很有意思啊，這三個小點兒是吧？然後這是一個大帽。大帽，你看筆是這麼掛下來的，這個頓回去的筆特別重要。那它特別深厚，我看着我吃的感覺。咱们大家有的人看這個周慧君老先生在寫字，說這字寫的不像啊，還大長風寫黑，他就能拿出好多那種非常有特點的地方。另外，他那墨你看到嗎？注入進去，你看多有意思！這是這樣的，有敦厚，也不一定像到那種程度，但是你要把它那個感覺要寫出來。你看這樣過去了哦，這感覺就出來了，是吧？你看它是敦厚劲儿多好。還有一些呢，那種很靈巧的地方，看这個，你看這是這麼起來的，筆就扁了嘛，扁了把它順着直下來，然後再這樣就好了。你看它用啊，就靠一個抬筆就出來了。這麼一頓筆起來了，就是這種感覺的。靜字不能不寫了哈，太長，這靜字太有意思了。把這個耳擠這麼小，奇怪不？一點不靜哈。這靜就是這麼寫的，再寫個特點的，你看，這像隸書的感覺是吧？哪兒去了？看這個勢頭，什麼叫這個魏碑走勢大呢？這就是魏碑走勢大，歘到這兒過去，是吧？這兒上來了，為什麼上來時候要這麼反復？這是為什麼這下怎麼細下來了呢？因為這一筆呀，它很粗下來之後，這筆扁了，它再這麼走出去，它就細了。啊，所以這個有些時候
他不是說是誠心的去寫什么诚心变化的，是吧？这个字挺有意思哈。这个字我老师王学忠王先生在写这个分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写的啊。当时我就觉得挺有意思，我说这怎么这么写的？为什么这么写？因为这个碑里是咱们的原字是这样子。你看，这在干嘛？子儿子子。也很有意思嘛哈，这个字也不好写啊。你看这么写，你看这个字是这么写的，然后再写一些字啊，国，这都是不太好写的，这国写的不好那块儿。这个木字那么稠，还是纸的问题？纸断不开的问题。这个小点是吧？不把那个写了。碎。有些人说我的那个啊。这个属于帖学，这是帖学吗？所以我的帖学的字里边呢，沉，很沉。分，这样写的。你要感觉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，你就可以写它了。
看点圓，為什麼圓呢？因為刻出來才方的。看這個，都要漂亮。这个字儿挺有意思。出去，这个钟很有意思啊。这么下来。挺有意思，还有分的这个意思，是吧？出去，这有几种，一种就直接这么写出来，这是一种；还有就是這麼寫出來，最後寫出來。这個爽，好有意思啊！是夠爽的。爽了。叫疼。这是正过來，这是正過來，是吧？這個是正過來。一抬起來，疼就出來了，是吧？地方小，寫個小點字吧。家是左你看這個字很不好寫。這個方挺有意思。這個方是啥的？国字寫最沒感覺。這個字也挺有意思啊，當時寫的也挺有意思的，這樣的啊，然後
生起來。这个字也挺有意思，是吧？跟隶书差不多的感觉，是吧？这个笔。意思有点标一个后啊，出的生气，这个出的我现在写还有受这个影响。齐挺有意思啊，是吧？出去，持续慢行。其實它的筆觸跟我們用這個沒有專門的筆觸啊。我用的現在這個杯呢，它是漸方漸圓的，就不是全是方的。也有一些呢，就是說有點圓的地方，但是呢，方的地方也佔不少。那麼字呢比較小一點，所以我們拿筆這個彈放，我這個放大它至少得六個字那麼9個字那麼大的啊，就是我跟它是1比3的比例，是吧？等於放大寫的。如果要寫成那麼小的，更好寫了。那毛筆就靠彈放就能把這所有的這筆觸都能表達出來，但是一定要書寫的過程中，它跟書寫結合啊。像這種樣彈放，它就會把這一切，它這樣彈放一切，它不會刻這些東西的，因為這麼小的地方。他根本那個刀就走不出這個東西來，而且走出來也很費勁，所以魏碑和我們見到的書寫之中差距是呢，它不如這種鮮活，它筆觸沒有那麼豐富的這種東西在裡面，不像帖似的，帖似的每一個筆觸都有很清楚。你像劉墉就愛用這種樣的筆觸很清楚，但是呢，它有個優點是什麼？它在字形上頭，它通過刀用簡單的方式把它完成了。所以它這個字呢，有一種什麼？有生拙感。這生拙感，我們通過筆把它寫出來之後，又有筆觸，又有生拙，所以這個字它出來之後，它又有渾木，又有
這個古意，而且呢還不至于生到什麼生猛。他有些字啊，咵咵咵那麼切，那個沒必要那樣子，因為那就不是刀。我們究竟還是寫在墨上的，墨上的東西是這樣的東西。所以碑在临寫的過程中，它有方的意念，有方的笔能出来，但是很多地方不可能笔笔都方。当你把笔笔都方去做出來的时候，你将来你根本写不了行书，因为那个笔已经走的笔顺不是行书的笔顺了。